去年的海岛，我们见证了迪卢克、凯亚的水火不容；今年海岛，我们又能见证冰火史莱姆相爱却无法在一起。我觉得我们作为热心的旅行者啊，有义务帮他们一起贴贴。哎呀，我真是个带上人呀！嘿嘿。爱游戏爱生活，原神冷知识欢乐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新魂啊，是一名干啥啥吃饭经营的硬核肥宅。那么本期视频由一切小伙伴的舰长充电赞助播出。不知不觉海岛和这个暑假就要结束了，各位暑假有什么有趣的经历，欢迎和混混分享一下。那咱金苹果群的有趣细节整起，1月弹幕走起来，让我们直接开始。一开始海岛剧情中，会说话的松鼠下面的称号，捏塔哈利波特的外传电影《神奇动物在哪里》，大肉丸最后的保障任务。如果我们手里有渔获和没有渔获，在航海途中会触发不同的对话。他用钩枪刺鱼，从未失手过。真不知道他现在又在什么地方。他用钩枪刺鱼，从未失手过。我之前就感觉到，那把渔获就在你身上吧，真是令人怀念呀。最后拿到的船只模型上有没说出来的第二句话。第二件事是，海上的人们从来不亲口说出离别，这都能刀。中间有鱼人众营地的岛上，有不会主动攻击的丘丘人，有专注的跳着舞，有深沉的看着海。大概是因为鱼人众搞的什么实验影响到的吧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惊扰螃蟹的同时把他们也惊扰了。而且不远处的另外几批丘丘人又没啥毛病。在我们降落的岛上东南角有个小石头，上面有本笔记本，记录了菲希尔和莫娜比赛游泳的成绩。菲希尔和莫娜幻境的家中都有个圆球形的仪器，有点像地球仪，不过上面显示的都是星座、星象什么的，大概是提瓦特的一种星象仪。金苹果群岛是去年夏天出的，到今年有了许多的变化，比如广为流传的丘丘人的进化史。可惜我去年好像没有录这里的素材，这期原萌玩家的确牛逼，我只想说，妈的绝了！同时我也留意了一下这次微微岛的一些细节，发现了挺多有意思的地方，比如被猪拱了的鹤。丘丘人和史莱姆的友谊赛，大风史莱姆带着小风史莱姆锻炼身体，想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有趣的地方还是很多的。主线完成之后，我们会经历一系列鱼人众的故事任务，这些鱼人众的位置一直都在那儿，只有雅克夫一开始是躲在海边的海螺里面，剧情中又突然跑到我们营地里面去了。跟着长颈侍女姐姐去找水胖的时候，水胖说的是你把敌人带到这里来的，出自陈佩斯与朱时旺的小品主角与配角。这句话接着的就是名场面。是你小子，是老子我，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？队长，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。最后鱼人众在营地汇聚的时候，阿加菲亚提到的歌词出自歌曲《Danny Boy》，这首曲子改编自数百年前爱尔兰民谣《伦敦德里小调》。这首民谣在许多广为流传的版本里面是表达父子之情的，儿子即将从军，父子想对孩子所说的话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雅科夫听到这里总会落泪。在去海岛第一天的任务结束后，我们就可以在蒙德城猫尾酒馆的房顶上找到温迪，他因为对猫过敏，所以躲在屋顶上。果然还是不能离猫太近，我就待在房顶上吧。所有的海岛主线完成后，我们可以在4个角色各自的岛上找到他们。万应在秘境入口边上，这个岛最小最好找。星焰在破破岛山顶上，又有了新的作曲灵感。菲希尔在城堡话剧表演上方的高台上，莫娜在原版的微微岛顶上。在莫娜幻境的微微岛西南方向的河道口有个超大的水元素标志。主线一开始在城门口集合的时候，莫娜给菲希尔占卜，但显示的是他自己的命之作，没有做菲希尔命之作的细节我不是很认可。莫娜的秘境中有个地方需要我们坐水电梯升上去，这个水电梯表面上显示的也是莫娜的命之作。莫娜秘境最后进入的星空幻境，整体风格都是致敬了梵高的作品《星月夜》。皇女幽夜末世录秘境的玩法是致敬游戏无限回廊，玩法也是以视角差连接路线，是非常经典的解密游戏。皇女幻境所在的双双岛上有很多液压 NPC， 这里面埋藏了许多的梗和彩蛋。首先我们作为原神玩家很熟悉的蒙德城的一些生活点滴，有一就在努力练习达摩中的艾琳，担心鸽子安危的提米，以及讨论安博传说任务秘境中剧情的路人。
其他原神之外的一些彩蛋，被苹果砸中脑袋的牛顿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，隐秘的角落中，詹东生趴在山上看着下面的岳父岳母。这下可以下来了。好了吧？好了。浪船锚点边上桌子围了一群野鸭，复刻《烂子弹飞》里面詹麻子和众兄弟的审问环节。哎呀，搞砸了！你们搞砸了！砸了你们，砸了！兔子都知道不吃窝边草。长官，我向来都是光明正大抢，从不去偷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以我的习惯，万事不求人。要是我去偷吃，我只吃奶油，不吃蛋糕。别看着我呀，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。如果我出手，那趴在桌上的应该是她老公。还有一群喝酒聊天的夜鸭，不让我们听他们说话，但可以躲在后边的海楼边上偷听他们谈话。接下来想去哪里？如果想游历离月名胜的话，我有一些不错的参考方案。站在悬崖边上，还会有个好心鸭来劝我们不要做傻事。解海螺的时候有一口井，边上围着3只乌鸦想喝水，我们可以丢个矿石进去，就能让水升起来。这是小学都学过的乌鸦喝水的故事。顺带一提，现实中大概是难以实现纯丢石头让水升起来的，具体原理可以看看我特别喜欢的 UP 主毕导曾做过一期视频。双岛世界任务王女执剑记，最后演出散场时，我们和恶龙的扮演者聊天，他会提到一句，这也是演出的一部分，来含糊掉他表演上的问题。这是捏塔三体2中罗辑的名台词。罗辑因为可能知悉宇宙的法则，被选为对抗三体星人的面壁者之一。他们要对全世界封闭自己的想法，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解释。但罗辑一开始并不想当这个面壁者，于是用这个职位给自己谋取便利。美其名曰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个人推荐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原著小说。B 站也有我好兄弟神游八方执导的 MC 风格动画《我的三体》，强烈推荐。皇女城堡左边房顶上有只夜鸦，下方有这一辆装满稻草的车。这捏塔的游戏《刺客信条》，在《刺客信条》里边经常有爬上建筑高处，然后纵身一跃，跳入下方稻草堆中的桥段。位于双川岛北面有一只温柔骑士鸦，它赞美天空，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和天空一样。多多少少有点黑暗之魂里面赞美太阳的太阳骑士索拉尔的影子，但毕竟这夜鸦不会抬手，所以咱就提一嘴。活动横洞蟹化中完成全部活动挑战后，菲利斯对我们的评价是一个，虽然觉得可能不至于，但这谁说得准呢？反正是 homo 梗。事先声明，我是完全不懂哦，有懂得大佬求雷普啊，不是求科普。说点正经的，他们的那个空想俱乐部啊，个个都是人才。菲利斯想做永动机，泽维尔做出来了硬影机，也就是开启了电影时代。加尔恰的手摇式推数机算是要开启计算器时代。梅康顿和巴比斯兄弟可能捏塔了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，但这俩明显更牛，别人航天，他们直接要航空了。载人的炮弹不就是火箭吗？同时，这两兄弟还捏塔了凡尔纳的小说《从地球到月球》。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巴比康一行人克服种种困难，乘坐空心炮弹将自己发射向月球的故事。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正片内容了。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麻烦动动手指让我看到吧。马上须弥就要来了，但很多人也马上要开学了。暑假的尾巴，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愉快。最后记得版本更新前来成岩区的这个山洞换个传送锚点，虽然前面目前是一片空白。到时候魂我还会安排一些须弥的有趣小知识，帮大家快速融入须弥，所以一定要记得一键3连并关注魂魂哦。最后感谢你陪伴的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